他本想办个假大学骗爸妈，却意外收到了近1000万的学费。开学那天更是直接来了无数个学生，他很困惑这些家伙都是怎么找来的。原来发小在帮忙给假大学做网站时，为了让生性多疑的巴特比父亲信以为真，就弄了个十分逼真且功能完善的录取选项，并且只要申请就能100%的成功，以至于这些没学校愿意录取的学渣把这里当成了人生最后的中转站。经过一番商讨，巴特比认为应该让这些不明真相的家伙回去。然而当他上台准备说出真相时，却有个学生不停地举手，而这也改变了巴特比与这所假大学的命运。他说，当我被这所学校录取的时候，我父母第一次说他们为我骄傲。一番话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共鸣。一番热闹过后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，等待巴特比接下来的讲话。没想到巴特比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问大家有多少人申请了其他学校，全场无一例外都举手示意。当又问到有谁如愿以偿时，所有人都落寞地放下了手臂。巴特比感同身受，他也被大学拒之门外。兴奋过头的他直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将错就错。原本的劝退演讲竟变成了欢迎入学。Welcome to South Arnhem Institute of Technology。一时间，整个台下的人都沸腾了。然而边上的小伙伴们却都惊呆了，因为这里原本就是个精神病院，他们没有老师，没有专业，没有图书馆，没有餐厅。巴特比没想到一时的逞能竟会带来这么多的麻烦。就在他烦恼该如何应对时，屋子里的墙又被学生砸穿了。原来他们正在扩建自己的宿舍，巴特比只好赶鸭子上架，让朋友萝莉带他们去找更大的房间。整个学校的氛围更像是一场无拘无束的自由派对。巴特比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他需要了解一下大学的运行模式。于是他来到了附近的哈蒙大学，以转学为由到这里参观。然而枯燥乏味的按部就班，令他没有任何学习的兴趣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暗恋已久的莫妮卡。两人简单一番交谈，得知莫妮卡选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课，而他向往的摄影却因为可能拿不到学位而被他放弃。巴特比想要多聊一会，但莫妮卡却着急去学下一门课了。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巴特比的思绪回到了高中毕业那天，同学们大都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，巴特比收到的却是所有学校的拒绝信，就连泉州最垫底的学校都不愿意要他。就在他伤心难过的时候，自己一直暗恋的莫妮卡找了过来。本以为能在他这里找到些安慰，结果得到的却是沉重的暴击。莫妮卡打算2天后开一场家庭派对，她希望巴特比能过去帮忙。然而还没等莫妮卡说出要帮什么忙，巴特比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没想到却是让他提前帮忙修剪草坪。即便如此，作为一个合格的舔狗，巴特比依然答应了下来。然而让他更加伤心的是，莫妮卡转头就上了一个帅气多金小伙的车，巴特比感觉自己也就是少了一辆4轮车。然而发小却告诉他还有帅气的外表。妹妹安慰他要认清自己的普通，然后再想想该如何面对父母。巴特比想到了一个馊主意，他说，我现在如果出去工作的话，4年的时间我可以挣8万美金，如果我去上大学的话，4年的时间我会花掉8万美金，这一进一出将会是16万美金的差距。然而父亲并没有被他的理论所打动，而是语气坚定地告诉他，只有去上大学才能融入社会，得到认可，才能出人头地，获得快乐。无奈之下，巴特比只好说出了全悲剧的情况。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，父母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接受。毕业舞会那天，巴特比才发现，不仅是他没有被录取，学校打棒球最厉害的同学因为膝盖粉碎性骨折失去了被录取的资格。班里平时成绩最好的萝莉因为太过要强，只报了梦寐以求的耶鲁大学，结果也遗憾的没有拿到录取通知。巴特比终于找回了些许自信。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毕业舞会的时候，却不想被朋友的父亲拦了下来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巴特比父母跟前，朋友的父亲为儿子考上哈蒙大学而骄傲，巴特比的父母则只能面露难色。当被朋友父亲问及你考上了哪所学校时，巴特比支支吾吾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这时他的父亲直接帮他回答道，因为不好好努力，他失去了所有资格，白白糟蹋了自己的人生。一时间整个场面都陷入了尴尬，自己的孩子自己贬低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人来贬低了。尽管自己平时吊儿郎当，但父亲对自己的评价还是让他伤心不已。晚上他看着那些被拒绝的申请通知，巴特比突发奇想，既然没有大学愿意要我，那我就自己开一个录取自己，这样就能得到父亲的认同了。说干就干，他先扫描了哈蒙大学的资料，然后用电脑批了一个新的校徽，并起名为南哈蒙理工学院。为了能够打消生性多疑父亲的疑虑，他还让发小为他建立了一个假的学校网站。棒球小伙一看，顺便也给我整一份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接替父亲开公交了。为了不让好友过早踏入社会，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次日一早，父亲就收到了一封信。巴特比先是假装并不知情，他半信半疑地接过信封，然后装模作样地把它打开，随后又兴奋地宣布自己被录取了。父亲果然开始怀疑，
我只知道有一个哈蒙理工学院，这个南哈蒙理工是个什么玩意，眼看就要露馅。巴特比赶紧表示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官网。就这样，巴特比在一家人面前蒙混过关。第二天，巴特比正在割草的时候，父亲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。他昨晚果然查看了学校的网站，虽然看起来不太像真的，但他依然很开心，毕竟自己的儿子能有机会去上大学了。父亲更是大手一挥，提前预支1年的学费。然而父亲却表示，开学的那天打算全家人一起送他去学校。一听这话，巴特比的整个脑袋都大了。为了谎言不被拆穿，他们必须尽快租个场地搞一个假学校。就在他们为场地选择而烦恼时，一旁的萝莉为他们指引了方向。在哈蒙理工的附近，正好有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，这里对巴特比来说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。简单把这里修整一下，绝对可以以假乱真。Welcome to the South Harm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。他迫不及待拿起东西就开始装修，结果却意外从天花板掉下一个尸体。这场景直接把发小给吓出了海豚音。好在众人并没有把这当回事。次日得知消息的另一个朋友也来了。就这样，他们5人开始对这里修整改造，锯掉床头的铁链，推倒路边的铁网，粉刷肮脏的墙壁，收拾杂乱的厨房。只是这个奋发图强的厕所，他们实在下不去手。闲暇时不仅可以体验下360度的软包房，甚至还可以体验下精神病人的电击疗法。经过前后几天的忙活，曾经的精神病院还真有点学校的样子了。就在这时，不放心的父亲再次打来了电话，他决定送巴特比的那天见一见学院的校长。无奈之下，巴特比又找到了发小帮忙，希望让他曾经当过教授的舅舅冒充校长。而这个家伙的精神状态看起来有点不正常，他正在和一个小孩子较劲，小孩子想要另一个牌子的鞋子，他就把小孩子给大骂了一顿。当得知两人此行的目的后，他直接就强硬的拒绝了，因为他不想再遵循学校的规矩，也不会再为那2个臭钱委屈自己。就在这时，消费者投诉来了，刚才被他骂哭的小男孩投诉给了主管，他不仅被3人当场臭骂了一顿，还被主管当场给开除了。 Perhaps it is time to move on。 就这样，不愿为5斗米而折腰的舅舅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。能屈能伸，此乃大丈夫事也。没多久，不仅假校长到位了，就连假学生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萝莉把志愿活动上的学生都叫了过来。当巴特比父亲下车的那一刻，还真的相信了眼前的一切。朋友时刻准备着巴特比带家人进来。一段当人进来时，我正在扎图钉，被演绎得惟妙惟肖。就在父亲忙着跟室友打招呼的时候，妹妹不仅发现了床边没来及拆的铁栏杆，还发现了病床下用来绑人的工具。就在父母一头雾水的时候，巴特比赶紧把他们带去了校长室。而见校长的环节，那叫一个惊心动魄。舅舅不断吹嘘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，将传统的教育贬低得一文不值。父母听到后脸色也是一变再变，巴特比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把话题拉回。然而舅舅每一次总是语出惊人，见话题逐渐跑偏，巴特比急忙用眼神提醒。突然醒悟的舅舅赶忙说出了家长们最爱听的话：好好学习不过是为了一份好的工作。一句话终于又把谈话拉回了正题。巴特比提到嗓子眼的心终于放回了肚里。母亲也十分赞同校长的言论，感觉真是醍醐灌顶。 Fucking A。 就这样，得偿所愿的父亲心满意足的要离开了。他们希望巴特比能在这里学有所成，而妹妹却很清楚这所学校肯定是有问题的。送走一家人后，4人正式开启了大学生活。当别人都在教室里饱受煎熬时，他们却在空调房里与外星人作战。可就在他们沉浸其中时，却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巴特比疑惑地将门打开，一个酷似企鹅人的家伙向他自我介绍。他以为这个看似疯癫的家伙是来看病的，随意敷衍2下便准备关门。可他却说自己是来报道的，并且前来报道的还不止他一个人。看着眼前的几百号人，巴特比大为震惊。这学校从未对外开放，哪来的这么多学生呢？他来到哈蒙大学的联谊会，想问问在这里上学的发小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想到在聚会遇到了女神莫妮卡。更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当时开车把女神接走的家伙也考上了哈蒙学院，并且还当上了学生会的会长，和莫妮卡的关系也是异常亲密。巴特比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。等好不容易找到发小，这才得知了网站的录取功能。为了不辜负这么多学生的期望，巴特比来到隔壁的哈蒙大学学习这里的教学模式，却发现所谓的大学竟是这般的乏味。就连暗恋已久的莫妮卡都因为可能得不到学位而放弃了向往的摄影。巴特比感叹这不是他想要的大学，舅舅则一语道破了真谛。大学的本质是为大众服务的服务行业，人们花钱来到大学是为了得到一种经历，而具体想要什么还得询问他们自己。巴特比听后恍然大悟，一直以来大学都被传授该如何学习，现在巴特比要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开始询问每一位同学自己想要学习什么，大部分同学的第一反应都是不知道，认为应该是由老师来告诉自己，但很快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答案。有人喜欢摇滚音乐，
有人喜欢服装设计，有人喜欢极限运动。于是巴特比将学费合理分配，对于热爱美食与烹饪的，就将他的学费全部用在厨房。比起棒球，好友其实最爱的是雕刻，于是便用学费采购来所需的材料和工具，为喜欢唱歌的同学搭建舞台，为喜欢运动的同学搭建场地。随后巴特比又鼓励学生们将想学的东西写在黑板上，然后再将教学任务交还给他们自己。在这样一系列的操作下，看似放任的举动却发生了奇迹。原本无所事事的学生们竟不再懒惰，开始疯狂地在适合自己的领域里发力。黑板上的空白处越来越少，涂鸦式的课程下隐藏着对知识的渴望。一段时间后，南哈蒙也有了自己的校训，那便是激发学生的激情和创造力。而几乎每位学生确实都找到了方向，也真正感受到了自我价值，每天都自发地举行着各类活动。渐渐的，南哈蒙另类却又十分有趣的教学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学生的认可。大家不再问今天上什么课，而是问今天想上什么课。就在一切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哈蒙学校的校长却动起了歪脑筋。校长认为一所学校的好坏在于他每年拒收了多少学生，可惜哈蒙学院近年来能拒收的学生越来越少，几乎无法再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。校长将一切的缘由归咎于哈蒙学院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的入校大道、久负盛名的翠绿草坪，容纳知识排除无知。不想扩建学校，就得先将周围废弃建筑全数征收。而此时的南哈蒙就在他的规划之内，会长被校长任命为了这项任务的负责人。而他来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南哈蒙。冤家路窄，分外眼红。巴特比一把就将会长挡在了门外，而会长也一眼认出了巴特比。会长骄傲地表示自己是代表哈蒙学院前来收购产权的。巴特比只好用各种理由搪塞，因为他也不知道产权所有者是谁。最后直接将对方关在了门外，双方闹得不欢而散。可在离开时，会长却无意间得知了南哈蒙的名字。回到宿舍上网才发现，这就是一个凭空捏造的大学，而巴特比很可能就是背后的主谋。就在会长忙碌的时候，一个女孩敲响了房门。当莫妮卡再次打开房门时，正好看到了两人正在互啃的一幕。莫妮卡与会长的关系也因此彻底决裂。回到家却发现桌子上多出了一部相机和一本摄影机，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一提，巴特比就将此事放在了心上。或许对自己好的人一直都在身边，于是莫妮卡决定去看一看巴特比的学校。由于没有联系方式，也几乎没有其他人知道，莫妮卡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南哈蒙。令莫妮卡惊讶的是，学校里虽然看起来有些混乱，可每位同学却又都热情似火，激烈地讨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巴特比带着莫妮卡参观了这所神奇的学校，而南哈蒙最为特别的便是五颜六色的课程表。尽管很不好意思，但在巴特比的鼓励下，莫妮卡也选了一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。两人的感情正在悄然升温。可当巴特比将莫妮卡送回学校的时候，却意外撞见了不雅的一幕。发小打扮得如同小丑一般朝路人招手，只为完成所谓兄弟会的任务。原来这已经不是发小第一次扮演小丑，因为父亲年轻时也考入了哈蒙，更因为父亲在校期间与挚友一直是兄弟会的成员，发小不想辜负父亲的期望，拼尽全力考进了哈蒙学院。可兄弟会只招收英俊帅气的型男，而偏偏发小臃肿不堪。好在兄弟会的首席也就是会长，也是父亲挚友的儿子，他们之间有了一种莫名的世袭传统。为了加入兄弟会，发小开始一味地讨好会长，幻想着只要能加入兄弟会，自己的缺陷便能得到弥补。或许这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痛处，却浑然不觉自己早被当成了笑话。然而面对巴特比的劝说，他却坚定地说自己现在就很快乐。兄弟会每年举行的聚会可以说是哈蒙学院最受欢迎的学生活动，然而今年的聚会却一反常态，无人参加。兄弟会仿佛已经不再受欢迎。就在会长不明所以的时候，助理告诉了会长一个坏消息，原来所有人都参加了更大的狂欢，那便是南哈蒙的地下摇滚。因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，传单发出后可谓是一呼百应。作为创始人的巴特比被簇拥着上台，毫无忌惮挥洒着有关青春的热情与汗水，而这一幕都被莫妮卡尽收眼底。没想到巴特比在这里竟是王一般的存在，而巴特比也趁机向莫妮卡表白。只是两人的嘴唇才刚刚接触，会长便不怀好意地找上了门。及时发现的发小赶忙通风报信，看到莫妮卡竟和巴特比在一起，会长顿时火冒三丈，还没说上两句就准备动手。然而当他反应过来，才发现周围全都是巴特比的人，意识到捞不到任何好处的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。然而咽不下这口气的他，又趁机拉动了灭火警报，热闹的舞会瞬间就被刺耳的警铃打断。不过下一秒，所有人又更加的疯狂，因为一场试衣排队已经开始。当晚，会长的新女友敲响了发小的房门，以保镖的名义邀请他加入兄弟会。可实际上，这只是会长的一个阴谋，他想让发小坦白有关南哈蒙的一切。之后的一连几天，发小都没有出现。放心不下的巴特比直接找到了发小的宿舍，
却发现他的脸上全是淤青和伤痕。原来因为发小不愿意透露任何信息，兄弟会就对他拳脚相向。最终发小不但说出了一切事情，就连笔记本、邮箱等和南哈蒙有关的东西也全都被会长他们带走了。巴特比没想到他会这样，为兄弟会的那群混蛋出卖尊严，发小却狡辩道那是传统。然而巴特比却认为唯一的传统是我们两人5岁就在一起。很快麻烦便找上了门，妹妹早就发现了巴特比的猫腻，但好在只需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便能把他打发走。只是家长们却没有那么好糊弄。这天成群结队的家长突然涌入了南哈蒙，不知是谁发出的邀请，宣扬这天是南哈蒙的家长日，想邀请所有家长来到学校参观。然而还没等巴特比想好该如何应对，哈蒙的校长也及时赶了过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校长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巴特比的行为，并承诺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。很显然会长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离开前他还不忘把巴特比冷嘲热讽一番。对于他做了这样的事，爸妈都很失望，所有的父母都带着孩子悻悻离场。莫妮卡也不愿再听巴特比的任何解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嘀咕，巴特比故地重游，学校已被相关部门查封。他在门口发现了一封信，那是教育委员会的通知，听证会将于不久后举行。巴特比找上朋友们，希望最后再去争取一次，因为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，更是为了那些信任南哈蒙的每个人。就在这时，发小也赶了过来，他终于决定为自己活一次。而巴特比也意识到，原来是他向委员会提交的认证申请。很快听证会便如期举行，因为没钱请律师，全能的舅舅再次担起了重任。然而前台却告诉大家，听证会从侧厅搬去了主厅，因为那里的房间要宽敞很多。原来南哈蒙的学生们都自发前来旁听，莫妮卡也赶到了现场。按照规定，一所学校必须有3个标准：设施、课程以及老师。关键时刻，舅舅鼓励巴特比勇敢地站上去，学生们都为他们唯一的希望高声欢呼。巴特比表示，南哈蒙有教师，也有宿舍，还有泳池，甚至酒吧和极限滑板台也应有尽有。可哈蒙校长却一语道破，那就是一个精神病院，既没有田径场，也没有图书馆，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中心。但当委员会询问课程的时候，巴特比顿时又有了些许自信。紧接着他们就拿出了引以为傲的课程表，在其他人看来这些课程毫无价值，但学生们却起身解释，每一项课程对他们来说都意义重大。当官方问起他们有没有老师时，所有学生都起身示意，他们既是学生也是老师。然而这一行为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，必须有教师资格才能算合格的老师。就在巴特比不知该如何是好时，作为假校长的舅舅终于挺身而出。然而这让哈蒙的校长更加抗议，因为他知道舅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教书，两人曾在哈蒙学院共事20多年。后来舅舅忍受不了学校落后的教育制度，结果被学校炒了鱿鱼，而他则一路高歌猛进，混到了校长位置。校长认为舅舅是个无脑的疯子，不配为教师，两人当场大吵了一架。两边学生也险些动起手来，委员会连忙示意所有人安静，但一个人教300多个学生是不现实的。官方向巴特比确认这一切是否属实，而巴特比却表示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他认为传统教育过度依赖标准化规则，既要各种设置，又要各种老师，却忽视了教育的本质。教育应该是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。当学生被赋予选择权时，他们的创造力、激情和学习效率都会远超传统课堂的被动接受。教育不应只有单一模式，应该尊重个体差异，允许不同教育路径并行，既接纳传统学术体系，也包容南哈蒙这类基于兴趣和创新的实验性教育。教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培养持续自我完善的能力，而非仅仅授予一纸文凭。不管你们对我们怎么评判，我们都不会停止学习，也不会停止成长。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让所有学生都沸腾。巴特比的观点深入人心，他揭开了教育体系的黑暗之处，这种直面的勇敢令人佩服。但是审判还要继续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屏息凝神。委员会交流过意见之后决定，南哈蒙被授予1年的试用期继续实验。印章落下的瞬间，南哈蒙全体心登高，他们终于被社会所认可。于是这所假大学成了正牌学校，哈蒙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，南哈蒙大学也开始了正式运营。巴特比也终于赢得了家人的认可。录取通知是由斯蒂夫·平克执导，贾斯汀·朗和布雷克·莱弗利领衔主演，上映于2006年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。虽然由真实故事改编，但片中的南哈蒙则是完全虚构的。巴特比的原型名为查普曼，于1861年在加利福尼亚创办了西方学院，历经100年变迁，于1991年正式更名为查普曼大学。它与南哈蒙大学有很大的差异。查普曼大学的电影专业闻名世界，更是培养了众多好莱坞杰出电影人。电影用荒诞的喜剧外壳包裹了一颗深刻的批判内核，
巴特比伪造大学录取通知的行为看似离经叛道，实则是对传统教育体制的犀利控诉。标准化考试、名校崇拜、分数至上的教育逻辑，将学生异化为流水线上的产品。而南哈蒙理工的出现，则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醒了这种僵化的模式。当学生们在精神病院改造的校园里自由探索兴趣，彼此为师时，教育回归了本质，激发创造力，尊重个体差异，而非用统一的标尺衡量所有人。这让人不禁反思，真正的教育究竟是培养合格的工具，还是唤醒完整的灵魂？传统教育体系将大学文凭视为人生通行证，而南哈蒙的学生们却证明了学习可以发生在课堂之外，成长源于对热爱的坚持。影片界虚构的野鸡大学提出尖锐质问：当社会用学历筑起阶级高墙时，是否也扼杀了无数未被标准化的天才？这种反叛精神恰恰呼应了现实中的教育改革呼声。教育需要多元化，人生不应只有独木桥。巴特比的谎言始于逃避，却意外开辟了一片自由的旷野。这群失败者在自我救赎中领悟人生的价值，不在于被权威认证，而在于忠于内心。真正的成功是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电影最终未给出乌托邦式的答案，却留下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叩问：当我们放下对正确路径的执念，是否会发现人生本就没有标准答案？正如巴特比的呐喊，教育的意义在于教育本身，而人生的意义在于勇敢张开双臂，拥抱生活的千万种可能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我是鲨鱼，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。